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个特别反常的现象？那些真正有钱的人走在大街上，你常常认不出他们。他们可能穿着一件洗到发白的 T 恤，开着一辆用了10年的旧车，手机甚至不是最新款，屏幕还裂了一角。但你翻开他们的资产负债表，稳得像一座山。他们有稳定的现金流，有持续增值的投资，有充足的时间陪家人、运动、旅行。他们不焦虑，不浮夸，却活得比绝大多数人都自由。反过来，你再看看那些穿名牌、开豪车、晒精致生活的人，很多反而每个月被账单追着跑，卡债循环，心累到不行。这中间到底差在哪儿？今天这支影片，我想和你认真聊聊一个被严重误解的真相：为什么越简单的人越有钱？很多人以为富人只是有钱之后才选择低调，但真相刚好相反，甚至可以说，正是因为他们先学会了简单，才有机会变得有钱。低配生活的背后，藏着一套你根本没想过的富人底层逻辑。如果你也觉得自己明明赚得不错，但钱总是留不住，或者你正在被消费主义绑架，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想着还缺什么，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彻底翻转你对财富的看法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我想邀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如果你曾经想过要让自己的财务状况变得更稳、更自由，请帮我点个赞，并且订阅这个频道。每一个订阅都会让我更有动力，挖出那些真正能改变人生的认知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先说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大约100年前，美国有一位叫做约翰 ·D· 洛克菲勒的人，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万富翁。放在今天，他的财富换算下来，比亚马逊的贝佐斯还要多好几倍。但如果你在那个年代走进他的办公室，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普通的老人，穿着一套已经穿了几年的旧西装，桌上放着一杯平价咖啡，没有任何奢华装饰。有人问他，你这么有钱，为什么不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？洛克菲勒回答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他说，我年轻的时候就发现，一个人真正需要的东西其实很少，多的那一部分不是财富，是负担。这句话几乎是所有低调富人的共同信念，但这里有一个关键，他们不是因为有钱才这么想，而是因为这么想才变得有钱。很多人会说，等我赚到1000万，我就开始简朴；等我退休了，我就回归自然。这种逻辑刚好搞反了。真实情况是，你必须先让自己的生活变简单，金钱才会开始流下来，然后你才有机会累积成财富。因为简单从来不是将就，不是节俭到让自己痛苦，而是一种极其精准的能力，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并且不被多余的欲望牵着鼻子走。你看，一般人在花钱之前脑子里跑的是什么？这件衣服好好看，买了会开心；这个包包在打折，不买就亏了；朋友都有了，我也要有。这些念头全部被情绪主导，结果家里堆满了只穿过1次的衣服，只用过1周的电子产品，落灰的健身器材，钱包却越来越空。而有钱人在花钱之前只问自己3个问题：第一，这东西能帮我解决实际问题吗？第二，它能让我变得更自由、更稳定吗？第三，如果没有它，我会不会有什么损失？如果答案都是不会，那他们就不买。这种思维让他们不只是省钱，而是稳钱。当别人忙着追流行、比排场的时候，他们在观察趋势；当别人用钱买短暂快乐的时候，他们用钱买时间、买健康、买长期资产。他们的简单其实是精准与节制的结果，而这种精准就是变有钱的第一把钥匙。你可能会问，那我已经养成了乱买的习惯怎么办？先别急，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个更反直觉的事实。
很多人以为低配生活就是委屈自己，什么都不买，但真正有钱人的低配其实是一种高配思维。你听过一句话吗？低配生活，高配灵魂，这在富人圈子里不是鸡汤，是真实的日常操作。怎么说呢？他们把生活里所有没有用的东西全部清掉，只剩下真正有价值的。他们懂得区分必要与多余，不追求浮夸，不陷入比较，因为他们很清楚，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展示出来的，而是内化的，是你的判断力、你的视野、你的人脉、你的健康，而不是你身上那个 logo。他们重视流动胜过拥有，重视效率胜过堆栈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这些人的家往往非常干净，衣柜里只有少少几套质感好的衣服，手机和桌面只有必要的 APP， 每天的行程简单到只有2-3件重要的事。这是一种生活设计，东西越少，决策越少，干扰越少，压力越小。当一个人的心稳了，思绪清楚了，他做出好决策的几率就远远高于那些每天被噪声淹没的人。我来举一个现代案例。你知道日本有一位叫做前泽友作的企业家吗？他曾经是日本最有钱的人之一，也是时尚购物网站 ZOZOTOWN 的创办人。他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炫耀，买私人飞机，买艺术品，买名车，甚至花了好几亿日币去包下 SpaceX 的太空旅行。但你猜怎么着？后来他在一次访问中说，他其实越来越不快乐。那些东西刚得到的时候很兴奋，但过了1个月就变成新的压力来源，要保养，要保管，要担心被偷，反而让他更焦虑。后来他开始做断舍离，把好几栋房子卖掉，车子只留1台，衣服只剩1个行李箱。他说，当他把那些不重要的东西清掉之后，第一次感觉到空气变轻了，终于有空间去思考真正重要的事，比如怎么帮助年轻创业者，比如怎么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。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？简单不是穷人的无奈，而是有钱人的觉醒。而这种觉醒往往发生在他们变得更有钱之前。因为如果前泽友作没有在创业过程中学会专注于取舍，他根本不可能把公司做到上市。简单其实是效率的源头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已经开始感觉到简单生活和财务自由之间有一条内在的连结。很多人会说，等我存到500万，我就要过简单日子。但真相完全相反，是你先让生活变简单，钱才会开始流下来，然后你才有机会达成财务自由。财务自由的定义不是你有多少钱，而是你能不能选择。当你不再为了面子买单，不再为了别人的眼光消费，不再为了填补空虚而乱花钱，那一刻你就开始自由了。有钱人最懂一个道理，想变有钱，先让开销变干净。他们知道钱应该用在哪里，投资、学习、健康，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，提高时间效率。这些东西会让钱生出更多的钱，让人生变得更稳，而不是用在满足一时冲动的购物上。那种快乐最多撑3天，第4天你又回到原来的焦虑。当你学会让生活变简单，金钱自然会开始流向你，因为你不再乱花，不再分心，你的每一笔钱都有了明确的方向。这就是财务自由最初的样子，甚至比存到多少数字更重要。好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谈了简单如何帮你省下不必要的开销，如何帮你集中能量。但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好处，很多人完全忽略了，那就是简单大大提升了你的效率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生活越简单，效率越高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的注意力、意志力、情绪、能量都是有限资源。你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在找钥匙、翻衣柜、滑手机、比价、犹豫中午吃什么？这些琐事表面上看起来很小，但它们会像蚂蚁一样，
一口一口把你的能量啃光。当你被杂事包围，思绪自然变乱，大脑长期处于半当机状态，哪还有力气去想怎么赚钱，怎么投资，怎么突破。简单生活的人会帮自己建立一套轻量系统，他们知道哪些事情该留，哪些该放，哪些可以自动化。他们不做得多，而是做得对。比如他们会固定每周采买一次食材，而不是每天烦恼吃什么。他们会把衣柜精简到随手一拿就能搭，而不是每天早上站在镜子前发呆半小时。他们会关掉所有不必要的手机通知，只保留真正重要的讯息。这些微小的调整累积起来，就是惊人的效率提升。因为少了混乱，你就能专注；少了比较，你就能平静；少了过度的欲望，你就能把全部精神投入到真正能创造价值的事情上。你看，这也是为什么越简单的人越有时间思考，越有时间思考的人越容易做出好决定，而好决定会让他们越来越有钱。真正的高效从来不是把自己搞到喘不过气，每天加班到半夜，而是有意识地分配自己的能量，把力气用在最有意义的那几件事上。现在你可能会想，那这样说来，有钱人是不是都过得像苦行僧一样？错了，他们不是不享受生活，而是他们享受的方式跟一般人不一样。这里我要提出一个你在其他地方绝对没听过的观点。真正的富人重视的不是多，而是流。什么是流？就是能量的流动。财富的本质不是静止的存款数字，而是金钱流进流出的能力。老一辈常说，钱不流动就死了。有钱人深知这个道理，所以他们不囤积，不执着，不害怕舍弃。因为他们知道东西太多会把人困住，资源不动会让能量停滞。所以他们不怕卖掉没用的家具，不怕断舍离一段耗损自己的关系，不怕放弃一个过时的商业模式。他们的家简洁干净，他们的账户结构清楚分明，他们的时间只留给真正重要的人与事。低配生活看似拥有的很少，但其实是让流动变得更顺畅的方式。物质少，杂事少，杂念少，人生就会变得灵活有弹性。你知道吗？很多有钱人甚至会刻意让自己的房子保持随时可以搬家的状态，不是因为他们想逃，而是因为他们追求一种可转身的自由，不被物品绑架，不被金钱绑架，不被某个固定的角色绑架。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刻重新选择自己要过的生活。这种弹性才是真正的富足。讲一个历史上的例子，古罗马有一位哲学家叫塞内卡，他不只是思想家，还是当时最富有的人之一。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《论幸福生活》，书中他提到他见过太多有钱人住在豪宅里，却每天焦虑、失眠，害怕被抢，害怕破产。塞内卡自己虽然有大量财富，但他选择住在一间简朴的乡间小屋里，每天只吃一餐简单的面包和清水。有人问他，你明明有钱，为什么要这样过？他说了一句至今仍被无数投资人奉为经典的话，我不是为了贫穷而节制，我是为了让自己永远不会害怕失去。我拥有一切，却不被任何东西拥有。你看，2000年前的人就已经懂了。低配生活最大的好处不是省钱，而是让心灵获得绝对的自由。今天我们继续往下挖，你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，那些简单生活的富人真的比较幸福吗？还是他们只是在压抑自己？答案其实很明确，真正的富足不是钱很多，而是不缺什么。当一个人内心稳定，他自然不需要用外在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他不再为了和邻居比较而焦虑，不再为了炫耀而挥霍。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也知道什么根本不重要。这样的人看起来很平静，但实际上非常有力量，因为他不被外界摇动，他只在乎自己能不能活得真实自在。这种简单的自信是所有财富中
最珍贵的一种。心理学研究也证实，当人们的物质需求被基本满足之后，额外的消费带来的幸福感会急剧下降，甚至转为负面，因为你开始要维护这些东西。而当你把欲望降到一定程度，焦虑感就会大幅降低。焦虑降低了，你的判断力就会更准确，而准确的判断正是持续累积财富的关键。所以，简单的人之所以能越来越有钱，绝对不是因为幸运，而是因为他们看得清，坐得稳，放得下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开始觉得简单生活真的很棒，但同时也会有一个真实的挣扎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真的很难。因为我们从小到大，整个社会都在告诉你，要追求更多，更多的钱，更多的东西，更多的成功，更多的赞，广告、短视频、社群、媒体每一天都在轰炸你，告诉你还不够，还不够，还不够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要停下来问自己，这些真的有必要吗？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觉察。但这也是我想告诉你的最关键的一点。简单不是一种天生个性，而是一种可以刻意练习的能力。每一次当你想按下购买键的时候，给自己30秒深呼吸，问自己3个问题：我真的需要它吗？还是只是想要？这笔钱如果留下来，1年后会变成多少？我是不是在为了满足某个不安全感而买？刚开始你会很痛苦，因为你的大脑已经习惯了用消费换取多巴胺。但只要练习2周，你会发现那种冲动开始减弱，而你省下来的钱会让你的银行账户出现你从未见过的数字，那种踏实感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包裹送来的瞬间。让我再分享一个现代案例。沃伦·巴菲特，全球最知名的投资人，身价超过1000亿美元。他现在仍然住在他1958年买的房子里，那栋房子当时花了28000美元。他每天早餐吃麦当劳，开一辆普通的凯迪拉克，办公桌上没有电脑，只有一部老旧的电话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换一间更大的房子，他回答：我已经有我想要的一切了。这间房子很温暖，我的书都在这里，我的孙子喜欢来，我还要什么？巴菲特不是没有能力享受奢华，而是他清楚知道，多余的财富如果不用来创造更多的价值，就只是数字。他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拿去投资，让钱滚钱。他的简单就是他最强大的获利引擎。所以回到你身上，如果你也想要让自己的生活变简单，让财富自然流进来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做3件小事。第一，这个周末找一个下午，把你家里所有1年以上没用过的东西全部清出来，捐掉或丢掉。你会发现空间变大了，心也变干净了。第二，关掉购物 APP 的通知，退订所有营销邮件，让你的手机安静下来。第三，从今天开始，每一笔超过500块的消费先记下来，隔天再决定要不要买。你会惊讶有多少东西隔天你就完全不想买了。这些动作看起来很小，但它们会慢慢重塑你的神经回路。当你开始整理生活，减少欲望，你会发现钱不再那么难留住了。你不需要再追着物质跑，不需要再为了比较而烦恼，不需要再为了拥有而焦虑。简单的生活让金钱的流动变得更自然，因为你知道自己在花什么，为了什么而花。你开始掌控节奏，而不是被节奏拖着跑。有人说，当你能用心过生活，钱就会用心回报你。这句话我越来越相信，富有不一定是数字很多，而是能安心。当你的心安了，金钱、机会、人脉都会慢慢来到你身边，因为你不再乱抓，不再恐慌，宇宙自然会把最适合你的东西留给你。你知道吗？简单其实是一种很奢侈的能力，因为要简单，你得够清醒，够稳定，够有自信。
这个世界太吵、太快、太满，能让自己的生活保持干净真的是一种本事。越简单的人越有空间，越有空间的人越有力量。所以如果你问我想变有钱第一步要做什么，我会毫不犹豫地说，从让自己简单开始，整理你的生活，整理你的思绪，让每一笔花费，每一个选择都更有意识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追求多，反而会得到更多。因为真正的富足从来不是拥有一切，而是发自内心的知道，我已经够了。最后，我想邀请你在留言区写下一句话：今天我要清理掉一样不需要的东西。你可以写下那是什么，或者你打算怎么开始简化你的财务或生活。让我们在留言区互相激励，一起从简单走向真正的富足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你身边那些总是喊着存不到钱的朋友。我会继续在人性解剖笔记，为你拆解那些藏在日常生活底下的深层逻辑。我们下次见。